请问，莫非刚才那位？刚刚那位就是八公子。臧大人，别让我们小姐久等了。小姐，臧大人来了。向老板，真是巧了，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就赶上了臧大人来送礼。怎么，这么快就有用得着我诊楼的地方了？向老板勿怪，在下是来赔礼的。先前的确是我妄自尊大，不识好歹，辜负了向老板的一番好意。不知道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吗？臧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做朋友不敢高攀，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？莫不是多得了几分平津侯的信任，觉得自己已在高处了？别说是信任了，侯爷不猜忌我，都算好的了。在下可是被这几日的流言蜚语给害惨喽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什么流言？我怎么没有听说？向老板，您手下留情啊！这八公子的流言……哎，谁说是八公子说的？这可跟诊楼没关系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跟诊楼没关系，就当不是诊楼传出去的。在下今日前来，是想请向老板帮在下想想办法，消掉这些谣言。谣言嘛，一阵风不就过去了？风会过去，但事儿不会。流言会留在人们心里，传着传着，人们就会忘记在哪儿听到的这些消息，到最后都信以为真了。你这么在意啊？我爷说了，要将此事彻查到底。你拿平津侯威胁我？在下可不敢。若向老板心中坦荡，又实在是不愿意帮助在下，那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臧大人可高看我了，我没那么大本事，未必能说得动八公子。你一定能请得动他。臧海，你要依附权势，大展宏图。这京城里多的是手握实权的贵人，你不去依附他们，为何非要一门心思做平津侯的幕僚？当时他为了太后一事，在找风水先生，便抓走了我。我一介布衣，为了活命，我只能这样做。就好比溺水之人，在湍流中抓住一节浮木，只为图一线生机。只不过，我碰巧抓住了一棵参天大树。依我看，不是他选择了你，而是你选择了他。香老板似乎也很在意吗？这京城里人情如网，秘密之知，谁和谁有仇，谁和谁有恩，那都是河里的暗礁，看不见也摸不着。只有船撞上了，才能知道。说得好，在下记住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不会与你为敌。咱们俩想做的事儿，并不冲突。冲不冲突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香老板，不妨静观其变。我就在京城，接受你和所有人的审视。谁要看着你啊？将来你是好是坏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那是东夏商人的摊子。东夏和大幽贸易往来原是平常，只不过京城的生意不好做，又时常有都尉司盘查。他就像你说的，不知不觉接受了无数双眼睛的审视。算了，刚才你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我若是不放过你，岂不是和都尉司一样坏？今日的礼物让你破费了，我会替你好好求求八公子的。多谢向老板，告辞。公子要买些什么？随意看看。这些都是自己做的，绣的是东夏的纹饰，不知道公子喜不喜欢？这个我要了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你这就放过他了？是谁说的？想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，做成卧龙凤雏的？我看不透他，听他那意思，这流言倒让平津侯对他多了几分信任，真是个奇才。你这还惜上才了？既然他不听劝，我又何必强求？咱们走着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师傅，刺杀平津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商量，你是翅膀硬了，会擅作主张了？师傅，我错了。我本来是想找您商量的，结果半路被人打晕带走了。等我醒过来，还见到我的师兄关峰，他之前也在后府做幕僚。啊？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还好，现在流言一破，平津侯也对你放下了戒心。甄老真是神通广大呀，一个流言就能让你身陷危机。平津侯不能杀了，我要留在侯府继续查第三个人。既然是三个人协同密谋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三个人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不一定。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官吏生贬时有发生，肯定会有漏网之鱼呀。哎，权贵、富商，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能漏掉。是我疏忽了，但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你说平津侯要是直接告诉我们该多好啊！那事情就简单了。师傅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我还跟你说笑呢，你还当真了？不是，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津侯亲口说出来。但我不能问，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，一旦我问了，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。所以，我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、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。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大夫人蒋襄，贵族出身，自视甚高，你就算对他有价值，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。庄知府也是一样。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，杨真、菊娇都因我而死，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。哎呀，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。
只可惜庄之行太过脓包，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不，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，你确定要他？对，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，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。那他凭什么帮你啊？历来历往，为利而已。你拿什么跟他换？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。庄知府是侯府嫡子，庄之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他拿什么去争啊？这就是因为难，才能让他动心啊。我帮他上位，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，很公平。而且我听说他生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，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，这样的落差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。所以我相信，他不会拒绝。都下去吧。宣东夏郡主觐见。参见陛下，快跪下，快磕头，给陛下磕头。东夏小儿不懂规矩，陛下勿怪。无妨，自有大庸礼官规训。从今往后，她不再是东夏的郡主，朕就封她个柔远公主。奢则家贫，凡为女子，不可因循。一生之计，唯在于勤；一年之计，唯在于春。茶酒清香，有光门户；红日寒山，挽留居住。点烛擎灯，安排卧具，清静相承。跑哪儿去了？仔细找找，真是的。嘿，葛女使，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宫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好像往那边去了。殿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是。他们走了。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？你又没做坏事，干嘛告诉他们？溜进来不算坏事啊。对我来说，溜出去才叫坏事呢。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。他们管你很严吗？是啊，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。
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。你看，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办法多的很。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。就要这个了，那我给你插上。我看看，如何？感觉还是不够好。那就去下一家吧。怎么样？你今日功课做完了吗？女史讲的东西，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，什么大庸的礼仪啊，大庸的国史，听得我烦都烦死了。哎，难为人家了。好了，今日要给我说哪段啊？好，我的公主殿下，你想听什么呢？是缠绵悱恻的爱恋，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？那我今日就要听冬夏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冬夏歌姬爱上大庸秀才的故事。骗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。那我又没有去过冬夏，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，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冬夏看。怎么啦？又想家了？没有。哎，有想过将来吗？我想过，不过我还没太想好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，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，枯燥极了。我呢，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，听人们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，然后再把它们编成故事。要是再配上影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说书再加上影戏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捧场的。到时候一天下来，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，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这个财迷，你看看你，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？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冬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，冬夏的百姓也能和大庸的百姓一样富足。我相信，冬夏有你这样的公主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。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大庸有句话呢，叫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，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。至于你的冬夏子民，你现在虽然身在大庸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帮到他们。倒是也奇怪，这平时人山人海的，怎么今天这么冷清啊？因为还没开业啊。啊，你看，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了？陈楼经营不善，亏了不少钱，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。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，从此以后，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。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。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，带你看看啊！
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，给更多的人讲故事？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，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。而我呢，就像之前说的那样，跟在你后面收钱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，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。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之人，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平津侯家的二少爷又在枕楼债台高筑了，这厮有多少？光这个月900两，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！我听说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，是吧？来，飘吗？这平津侯什么人啊？他的大儿子庄知府。年纪轻轻啊，就做了工部侍郎。那你说这侯府怎么生出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？给那个侯府的脸呐，都丢尽了。丢尽！来吧，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。不是我说你谁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，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，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。庄大公子文能治国，前途无量。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？是，告诉你们，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，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，庄家世代将才。庄二公子现在啊，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。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名扬天下。就他，兄弟，你太会说笑了你。来。庄二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能在这儿吗？没事，你们继续。庄二公子，我们休息完了，您泡。对，您泡。走。哎呀，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？京城啊，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，治不完的。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，那么见外，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？在下出身贫寒，没见过世面。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浴的一番褒奖，这心里就惦记上了。最近疲于案牍，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，让二公子见笑了。那你今儿可来对了，今儿这温泉水里加了红花、丹参和当归，有活血化瘀之效。你方才替我说话，我要谢你。这顿早，我请了。多谢二公子。来。哦，舒服。你也看到了，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，臧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？哎，金陵岂是池中物啊！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。你好奇怪，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？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，但我却觉得，你将来的路，比大公子更为宽广。哦，你说说。二公子弘毅宽厚，知人待事，我断定，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。还是不够了解我呀。我呢，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。闷了呢，就喝喝丽月楼的美酒；心情好的时候，就到画舫游湖，跟姑娘们说说笑笑；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豪赌一场。哎，就我这活法，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，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？上下操劳。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，还是有人潜移默化地驱使你，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，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？看来今日并非偶遇，你是有备而来，专程等我的吧？
是，偶遇虽假，但这些可都是真的。我查了侯府历年的账册，是大夫人蒋香为你在酒楼、瓦舍、赌坊埋了近3万两银子的账，默默地替你打点周全。你是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母亲呢，还是遇到一个心机深沉，把你养成废人，从此再无力与他儿子争宠的大夫人呢？看到上面的字了吗？家下曲，家下指的是侯府内院，家下曲就是说二公子拿走了，但家字下面是个史字，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钱财都被猪给取走了。侯府小店，家人团聚之时，二公子却流连于酒肆之间，惹得侯爷失望憎恶。久而久之，这侯爷心里自然就没有你的位置了。是你自己不想去，还是有人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呢？二公子，你到底还要忍受这些羞辱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夫人的好，接受容易，拒绝才难。你难道就不想争一争？你想让我争什么？和大公子一争高下。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？当然可以。大公子资质平庸，既无为君分忧之能，也无笼络人心之才。我看他呀，也就只能到这儿了。要是让他这样的人成为下一任平津侯，那侯府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，日渐式微了。但二公子就不一样了，二公子磊落洒脱，颇有侯爷当年的风采，日后必能破虏平蛮，出将入相。二公子，沧海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听你一番话，比我赢钱都开心。我们今儿一定得好好喝一杯。行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一切都听二公子的。好。来，这是我一直存在枕楼的屠苏酒，拿出来给你尝尝。来，多谢二公子。来，哎，沧海，你倒是替我操心了不少，但是我觉得，你不只是要替我谋划，还要帮助你自己吧。大公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离不开蒋香在背后替他谋划。我就算拜入他的门下，也顶多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幕僚而已，他不会对我另眼相待的。但是二公子就不一样了，二公子如今两手空空，何不奋力一搏呀？你倒是看得分明啊！我大哥如今已经在朝堂做官，本就是我爹的指望，你就是帮，也帮不上什么。于是你将绑压在我身上，赢就是以小博大，一个人独赢。你很懂得赌嘛？哎呀，哪儿比得上二公子啊！沧海啊，今日一叙，
我才发现原来侯府里还有人替我操心，替我着想。来，我敬你。哎，你这，在下不胜酒力。你这是瞧不起我的酒吗？不，来。果然是好酒啊！喝酒我行，其他的，我这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只懂得享受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二公子言重了。不信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小的时候啊，我曾经被一个恶童抓住，关在地道里，才1个晚上我就差点死了，所以说啊，我是真一点苦都不能吃。二公子这叫福泽深厚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恶童，当时他为了找他爹，被东夏公主鞭打。他把我抓起来，也是为了问出他爹的下落。哎，你知道他爹叫什么吗？在下怎么会知道呢？他爹叫蒯夺，是当年钦天监的监正。不过第2日他家就给灭门了，那小子自然也死了。哎，我记得他当年背上的伤很重，听他们说，那2道疤一横一竖，像一把剑。喏，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。你不会就是那个恶童？二公子真爱说笑，我这背上的疤，是我小时候学艺偷懒耍滑被师傅抽的。哎呀，是吗？不过也对，他早就死了。他要是没死的话，应该跟你差不多大。一定会想尽办法接近我爹，伺机而动，然后杀了他。哎呀，二公子，您说的这些话，真是吓到我了。什么恶童啊、灭门啊，在下完全听不明白。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在下来侯府，就是给自己求一个安身之处。这侯爷若是有什么不测的话，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您说对吧？或许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又或者说，你发现根本杀不掉我爹，于是另辟蹊径，从我下手。我说的对吧？智罗，你就是智罗。当年你没死，现在回来报仇了。二公子，你喝多了。在下再说一次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什么智挪，我是藏海。二公子若是不相信，可以随便查验我的身份。我现在清醒得很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你第一次在财库相遇的时候，我就记住了你。后来杨真、曲娇都因你而死，我就隐隐觉得你不对劲。这屠苏酒里加了川芎和玉桂，即便是陈年伤疤，喝了也会显现出来。二公子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乱猜测。你背后的疤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，把这疤给我爹看。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，看看他会不会饶你性命。既然你都已经看出来了，为何直接来告诉我？因为我爹的手已经沾满了你家的鲜血，我不想他再杀了你。10年前的那天夜里，我因为在你家受了气，睡不着，
就想去找我爹，让他给我出气。爹。后来我困了，就在他房外的廊下等他。他很晚才回来，我想叫他，却看到他脸色阴沉极了。我知道，那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二公子，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蒯家。去蒯家？二公子，去哪个蒯家？还有哪个蒯家？就是陈娇亲天见的那个蒯家。昨夜蒯家突然烧起大火，里面的人全烧死了。但我忽然想起昨夜父亲的脸色，再加上杨真衣袍上有被火燎过的痕迹，我就隐隐觉得蒯家灭门之事与我爹有关。但是我不敢想，我怕一想就成真了。志奴，我知道你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，很恨我爹，但是我不能让你报仇，因为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。你杀他，我一定会先杀了你。离开侯府，离开京城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我要是做不到，我只给你1天时间。知道的，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我与他第一次在财库相遇，他便记住了我。后来我接连除掉了杨真跟曲娇，他便对我起了猜疑。我背上的疤，他虽然没有见过，但他当日听师兄们的描述便记了下来。原本疤痕已经不明显，但是今日在诊楼，他让我喝下秘制的药酒，2条疤便显露了出来。我原本打算咬死不承认的，但他就要带我去见平津侯。以平津侯多疑的心性，我必死无疑。防不胜防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但是庄之行没有告发我，他可怜我，给了我1日的时间，让我离开侯府，离开京城。1日的时间。明日你要跟平津侯去陵园祭祖，庄之行一定也去。等到了陵园，庄之行肯定有落单的时候，让官风室内在陵园下手，杀了他。他不是个坏人，罪不至死。心软了？我没有。你不想杀无辜之人？平津侯可曾放过你家一个？庄之行就好像随时可以点着的火药，你报仇的事不仅完不成，自己可能都搭上了。我知道。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。如果真的要杀他，我会亲自动手。娘，我来看您了。也不知道下人们怎么当的差，草也不拔干净，屋也不添，回去就骂他们去。您在下边还好吗？我很好，您就不用操心我了。父亲明日会去陵园，我会请他也来看您。
大夫人待我不错，也没有苛待我，只是一直防着我，想把我养成一个废人，不能跟大哥争宠。可在这儿多虑了，我从来也没想过。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他全家报仇。我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盛夏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。苍生。